大家好，我是微庄主。那截止到我录视频的现在，洛杉矶的大火仍在延续，已经超过了7、8天了。那我本来是身在洛杉矶，在1月7号大火发生的那一天，我们晚上全家就离开洛杉矶。当然，我们的房子距离那边大火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空气太不好了，所以我们就离开了。但是在我身边，我每天几乎都听到有朋友的朋友或朋友的家人流离失所，就是房子没有了。我女儿班主任的爸爸妈妈还有她的公公婆婆年纪都已经很大了，双方都是在同一天，房子就一夜之间两边的房子全都没有了，夷为平地。听起来真的很让人感伤。我最近有看到有视频说呢，说有很多流离失所的人，大概有几万个人，就几万个家庭，他们去尔湾抢房子，说那边的价格就很高了。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用常识去判断的话，这种视频就是假的视频。那今天我会跟大家聊哈，就是说未来这些区域会怎么样，这些人会怎么样。为什么我要录这个视频呢？首先，我跟那些房地产的经纪人是不一样的，我不是卖房子的，那我跟你们之间没有利益的冲突，所以我是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呢？我是阅读了很多篇的研究报告跟论文，拿真正的数据，有权威的数据来研究在过去的洛杉矶发生过的这些火灾当中，它是如何影响人口的流动跟房地产的价格。那么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完全的听房地产经纪人的话，参考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大家聊的往往是他个人的经验，或者是他们的经纪公司的一些发生过的经验，他关注的是眼前的交易，可能忽视的是长期的变化。我在选这些论文的时候，我会看它的数据的来源。那么我选到的参考这些论文，他们的数据来源都非常的权威。大家可以看一下，有美国的国家事故的管理系统、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农业部的火灾事件数据库，还有森林服务局等等。然后这些作者会用量化的技术，包括什么遥感卫星数据、机器学习这些去做建模。同时呢，在这些研究报告里面，它的数据类型很全面，而且时间跨度长，信息的完整度高。所以希望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能给你们带来一定的启发。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主要就回答2个问题啊，刚才给大家分享一个人口的流动跟房价的变化，加州这个大火是如何影响人口流动跟房价变化。那我们看，这是其中一个作者他统计的加州的过去20多年的一个火灾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到，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横轴指的是火灾的损坏程度，这个火灾的大小。那么纵轴就是时间，那下面是1999年，往上就离我们越近。我们会发现，随着时间也是从下往上来看，每一个红点都是个火灾，那这个红点的数量是越来越多的，而且到后面会有大型的火灾发生。什么是大型的火灾？就是破坏率很强的那种，损失房子很多的，它的烧的公里数、英亩数是很多的。那这个数据就是过去平均发生的火灾数。我们可以看到这20年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就是说在20年前发生1场火灾，那现在就会发生4场，它的数量是翻了4倍的。为什么我们身边的野火会越来越多哈？那我们看这个图是哪些地区受影响最多哈，受害程度最多。蓝色就是没有破坏，黄色就是破坏了13个以内，红色呢就是它的破坏程度比较高，14栋房子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红色的点就在过去20年美国的野火的分布，这20年主要红色的点就是分布在加州附近。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在加州的人，或者将来打算要来加州定居的人，真的是不能不知道加州的火灾的规律跟数据，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看，那么我们说加州的火灾为什么这么多？好，这里我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主要研究的还是说人口的流动跟房价。为什么？因为气候变化之后呢，
降水量减少了，降水量减少了之后，干燥的植被就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个2011年到2017年就是史上最长的干旱期，那2018年就发生了一场大火。然后呢，就是人口密集，那加州是人口最多的州，而且加州人，如果你在这里住，你就会发现这里人非常喜欢去野营、去 camping、去山里面去爬山、徒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产生人为的，比如说烧火做饭啊，这些可能就会产生这个火源。再一个就是加州，它有很特别的植被，比如说像灌木丛，还有这个松树。它是什么呢？它是含有很高量的油脂，这些植物烧起来它会更剧烈，而且更难以扑灭。比如说尤加利树，这种树皮燃烧之后是特别容易飞起来，把这个火焰带到数公里以外。好，同时电力设备的老化当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2008年天堂镇的很大的火灾被证实后面就是由于电路短路引发的，所以在这一次的火灾当中，这一次的大风当中，那电力局把很多高风险地区的电都断掉了。如果住在洛杉矶的人应该都知道。还有一点就是说，这加州有特有的干热风哈，像圣安娜风，这个圣安娜风刮起来的时候刚好又是干燥期，所以只要有火源就很容易产生大火。再一个就是因为加州人口多，所以它这个城市跟野外的接触面是非常广的，所以人的活动很多，就很容易产生火源。好，那我们就聊完了加州为什么火多。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是住在加州，刚才我也讲，你一定要了解，在你买房子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是一定要去研究火灾的，因为这里的火实在是太频繁。好，那么我们现在下面就是进入问题的关键。过去20年这么多的火灾，未来可能火灾也会越来越多发生的频率会越来越多。那么什么样的火灾会影响人口的迁移？看这个是火灾的分布图。那么这个绿色的部分呢，就是说它的毁坏程度比较少，中间就是毁坏程度一般。这边呢就是很大型的，比如说这次像这种上万的房屋是肯定属于这种。那这种呢就是火灾的数量的分布，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其实它的损失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极大型的火灾其实发生的频次还是很小的，但是只要发生了，损失就会非常的大。这是一个火灾破坏性的分布图。好，那我们说什么样的火灾会影响人口的迁移呢？我们在研究中国房地产的时候，常常会说中国房地产的价格是短期看金融，就是货币政策，长期看人口。因为本质上对房地产的需求本质还是人口的需求，包括人口的结构，你到适婚年龄你自然想去买房子。所以说本质上一个地区房价的长期走势跟人口的迁移，跟人口是不是净流入很重要的。那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想去研究在大火之后这个区域的房价会长期来说会如何变化，本质上就是研究这个地区的人口是不是有迁入。对，那如果发生火灾之后人口大部分都迁移走了，这个地方的房价就没有办法起来，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的相辅相成的过程。好，那什么样的火灾才会引起人口迁移呢？当然是比较大的，小的火灾很难，它的影响比较小，就不太容易立即引发人口迁移。那这个小火灾等一下我们再讲。总之像这种地方这种发生的频次虽然少，但只要一发生它会严重的影响人口的迁移。我们根据看过去这些研究报告，我把研究报告的数据来源都写在下面，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去阅读这些研究报告。那我们说研究发现，只有最极端的野火，也就是摧毁258座以上的建筑，就显著的在统计学上显著的影响了人口的迁移。那我们说数据也同时它是跟踪美国的这个邮局的数据。大家知道你生活在美国，你是要收信的，这边很多都是要收这个信，那你的名字就会去变地址，它是跟踪这个地址来去看你人口的迁入跟迁出。那我们说大多数的火灾的迁移者选择搬到距离较近的城市或农村，而不是完全离开所在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首先我主观判断尔湾这个房价，由于这边大火，很多人去那边买房子把房价推起来，我第一判断是假的。为什么？现在大火都还没有被扑灭，
那一般人在遇到这么大灾难的时候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不会去想下一步。现在的问题是，现在火都还没有被扑灭，他们的损失都还不知道，在这种应急情况下是不会去考虑别的地方看房子的。好，同时呢，经过看这些研究报告也发现，这些人即使选择重新买房子搬走了，也会选择距离较近的地方。为什么？他的社会关系，他的工作，他的包括很多人在这儿去教会，那都是在这附近，所以大部分的人是不愿意完全的离开的。在2010年的这场大火当中，这也是在加州发生的，那大概有1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好，这12%当中，大部分还是选择在比较近的地方。所以你说尔湾的距离跟发生火灾的距离其实很远的。如果这些人通通涌到尔湾去买房子，我觉得这个概率很小。那通过我们看人口的迁移率跟迁去哪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有可能在那个区域比较近的城市的地方，如果你看洛杉矶的地图，它下面像帕萨迪纳，好，那个地方它就是全部都是城市。好，我们说如果是建火灾的隔离带，假如这个隔离带据说是5到10米就够了，那么在这个城市的这个道路基本都超过5到10米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隔离带，所以那个地方发生大面积火灾的概率比较小，那人们更倾向于迁到那样的地方，离他原来的地方又近，火灾的概率又小，说那个地方的房价上涨一些倒是有可能的。好，这是我们基于历史数据去判断的。那我们再看，你看这个研究报告，它是基于超过400个家庭的数据。好，我们看那迁移的时间，我们刚才讲，同时我们讲说为什么说大家在房子都没有了，那他什么时候会考虑到别的地方去买房子？什么时候？大家看这两个图是什么意思呢？上面这个就是说比较微小的损失，火灾并不是很大，下面整个图代表比较大的火灾，这一次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这些线呢，每一根线代表着不同的跟火灾的距离，横轴代表时间，这个零轴就是这个零这个位置就是火灾发生的时候，什么意思？大家看这个图，在这个位置它快速向上，火灾发生之后几乎是平的，什么意思？在火灾发生之后的1个季度，大家都在处理火灾带来的一些后面这些问题，包括心理上的适应，很悲痛，很多东西都没有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还没有精神的准备跟物质的准备，所以短期的时候应该就是先去所谓的短期避难，就是一个临时的场所去住，到后面到第2季度开始跟第3季度才开始有典型的人口的流出，大家3个月处理差不多了，后面到第2、第3个季度才开始去选择周边的房子，看要不要去买。所以周边的房价如果要涨的话，也不是现在，应该是后面2、3个季度之后。那么现在什么会涨？租金会涨，所以大家会看到说，现在美国的这个媒体又报说，很多的房东在这个时候趁火打劫，大部分的房租，很多人都有把房租涨上去。那我们看，如果你的损失比较小，其实它是不会去影响人口流动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你的火灾次数发生多也不行。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问题。那我们这里的数据呢，就看到什么时候房价可能会涨，也就是说到第2、第3季度，它周边的房价就有可能开始上涨了。现在看不出来了，现在只是租金在涨。好，再看什么时候人口会迁入，什么意思？你这个社区整个烧掉了，人也很多人都迁走了，对吗？或者甚至说我们现在来看是大部分人都迁走了，因为那房子都没有了。那再往回走什么时候呢？首先就是说严重破坏的地区，它有可能就是长期的损失，很长时间。如果是你的破坏度比较小，可能会影响1、2年，但是你的破坏度很大，那么人口迁入就需要很长时间，大家才会逐渐的淡忘，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那里的社区又重新建立起来了，房子又盖起来了，社区建立起来了，同时那些植被又都长起来了，因为你看不到那些黑乎乎的东西了，它跟破坏性是成正比的，就是人口什么时候迁入，它跟破坏性是成正比的。那就目前我们从新闻看到，我们现在还没有回到
还没有回到洛杉矶，但如果我们回去的话，我们是打算去看一下啊，就去看一下这个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个灾区。从新闻当中，它的破坏性是很大的。估计这一次如果想要就是正的人口的净增长，应该是很长时间以后，应该超过10年。我等一下会讲这个数据。好，那么我们再看大火对房价的影响。那我主要参考的是这2个论文。那第一个论文是多次野火是否改变了购房者对高风险地区的需求。这篇研究报告研究的是野火的次数。我们刚才也讲说，你的发生的火灾次数很多，但是它的损坏程度比较小的话，这种情况会怎么办？这里就有讲具体的数据。那我们看它用了90年代的数据，就整个那10几年的所有的数据，非常的全面。那下面这篇论文是气候变化与房地产市场加州野火对房屋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这个是研究这个的数据用的比较近，是2016年到2021年的。那大家假如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他们的论文。那我主要跟大家汇报这个结论。那我们说呢，大火灾对房价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大火灾它对房价的影响是成倍增加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大火灾对房价影响平均基本上就是下降个10%左右，但是呢2018年的那一次天堂镇的火灾摧毁了整个城镇，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人愿意搬进去住。那个时候它的房价暴跌，那一场大火之后房价售价大降超过40%，是很高，它是成倍往上涨，它不是线性的。但是小火灾如果是总发生次数很多，它就有对房价是有抑制的，就它也会影响，只是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剧烈。小火灾跟数量有关，大火灾就跟它摧毁程度有关，它对房价的影响。那我们看那个作者研究了整个90年代，从1989年到2003年，包括他搜集的数据，包括地理位置、销售日期、房价、社区特征很全。他研究了90年代发生的3场主要的大火。我们看，其实如果我们对比这一次洛杉矶的火的范围，其实跟这个相比大很多，10几倍、20几倍。这一次的规模非常大。我们先看看当时这个3场主要的这3场火灾对房价的影响。好，当时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了短距离的迁移，也符合刚才我们讲的，那迁移的比例更小，大概是4%左右。那我们刚才讲是10%左右，是因为那些火更大，那些火是更大的。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一次其中的伊顿那个地方的大火，有上万个房子没有了，那这么大的火，有可能迁移的比例就会超过这个10%，有可能20%左右。那就是说新购房的人有可能有2000户。那我们再看当时他用数据去看第一次野火导致的房价下降10%，第二次就达到了20%多。你这个野火发生的次数是非常显著影响你的房价的哈。那2次野火的累计影响房价就达到了5万美元。那当时的5万美元，现在5万跟那个时候的5万不一样，因为房价也不一样了。我们还是主要看这个百分比。那这个作者，我们刚才主要研究3场野火嘛，那就是 A、B、C， 它有的是 A、C， 有的是 B 哈，有的是 A、B， 就是说它排列组合，因为有的区域它不太一样，主要就是在那个区域发生的3场火灾，然后去看它的房价，对吧？在第2场野火过后呢，房价不是没有恢复，哈，它跟股市一样，这个熊市过后呢，在熊市当中亏了钱的人很长时间不敢入场，但是呢，等到牛市涨上去了，大幅度的涨上去之后，他在顶部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忍不住还要再入场。那我们说第2次野火之后呢，从实证，就是从真正的历史数据来看的话，通常要5到7年才可以恢复。那我们说我们这一次的洛杉矶大火整个的规模要比那一次大出非常多，对吧？10倍、20倍、20倍，如果是好莱坞那边跟伊顿那边的火加起来的话，有20-30倍。从目前的数据来看，那肯定不止5到7年，至少10年以上。就是我开篇讲说，这一次的房价如果想恢复，要10年以上。
对吧？好，也就是基于这个数据来推导出来的哈。那我们说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房价主要跟什么相关？一个是火的损坏程度，你大火跟你房价的损坏程度不是线性的，就不是多一个这边下降多少，它是翻倍的。好，如果你的损坏程度很大的话，它的这个房价的下降的程度呈指数倍的往下掉。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假如你这个火并不是很大，差不多就是中等，但是你这个火的频率发生太多，也会影响人的迁移跟你的房价。好，那我们再看，那讲到这里呢，我就很想跟大家讲，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家的房子离那个地方很远，但是我们依然走，因为我们觉得呢，首先空气很不好，再者呢，那个时候风刮得很大，啊，附近也不是完全没有树林，那么一旦要是有火源，火灾是随时可能会发生的，这就是我们的风险感知，所以我们当时马上就离开了哈。所以我其实通过跟大家聊这个洛杉矶的火灾，包括它的历史、它的房价，其实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说风险感知。什么是风险感知哈？就是一种人类在面对不确定或者潜在危险的时候，对风险的这个主观的感知跟认知的过程。我觉得认知的过程很重要。好，就是说我们看哈，我听到的就是90岁以上，就我身边90岁以上的人失去房子的至少就有7、8位。我们想，这90岁以上的人，你的身体的条件、你的精力的条件是否支持你再去重新在你的土地上去建房子，很难，对吧？所以这种损失就很大，就是可能对他的这一辈子来说就是不可逆的，就特别是对老人来说就是不可逆的，对吗？所以呢，我觉得呢，通过这件事情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一样，通过这件事情呢，要好好的反思自己在人生的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是否有足够的风险感知。比如说买房子的位置，对火灾的认知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你需要去提升的一个时刻去保持敏感度的一个风险感知，对吧？那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有一个帖子哈，讲说他是在气象局工作的，然后由于他对这些东西、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太了解了，所以他就搬离加州了。好，然后就是他曾经住的那个地方发生了很大的火灾，他把房子卖掉，这就是他对火灾、对加州火灾有足够的认知，所以他对这个房子就有足够的风险感知哈。那么如何能够保持住我们在人生当中的一个风险感知呢？我觉得哈，我自己觉得，就我跟大家分享，就是首先就是要保持信息的敏感，随时关注环境类的、健康类的、金融类的领域的变化，独立思考，不要盲从哈，然后敢于质疑这个流行趋势，不要做羊群，对吧？尤其是在投资方面。再一个呢，就是说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呢，一定要有提前的预案。那通过这次事情呢，我们家也在想，如果我们在美国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去住？有没有备选方案？对吧？那我知道的一位90多岁的人呢，就是说他呢，就是这个爷爷呢，他还有另外一间房子，所以呢，他还有其他的地方去住。所以呢，在高风险地区，你拥有房子的时候，你有没有其他的预案，对吧？所以这些呢，都是能够保持都是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在人生当中的高度的风险的感知力。好，那在视频的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讲，就是说人生的旅途当中呢，风险肯定是必然的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拥有了风险的感知，我们才能够更大限度的步步为安。好，那愿我们呢都心有风险感知，平安是福。拜拜。